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内容。今天我们来对比一下 Office 365，或者叫做 Microsoft 365与 WPS Office 的区别。我们从 UI 设计、使用功能性、云端、用户体验这4个角度来对比一下这2个软件。我们首先来说说 UI 设计。UI 设计方面，我个人更喜欢微软的设计一些，就是设计合理、非常简洁，以及风格比较统一。我感觉 WPS 在这方面真的会比微软差一些。例如粘贴功能，我不知道有多少人会用选择性粘贴这个功能，反正我是经常用，因为经常从网页复制内容，如果不用无格式粘贴，就总会粘贴过来一些奇奇怪怪的版式或者一些超链接。WPS 使用文字把基本的粘贴功能都列出来了，而微软365是用一个个图标来告诉你对应的粘贴模式，而且当你把光标移到上面的时候还可以预览。还有一个就是公式，微软365的 UI 设计就非常棒，你需要的功能都帮你排开，上面的图标也让你通俗易懂。而当我点开 WPS 的公式的时候，我就感觉回到了10年前，就全部挤在一起，每个图标也非常小，使用起来也很麻烦。而且一个英文版的 Windows 上居然还出现菜单无法正确显示的情况，这就很无语。最后再说2个细节。第一，就是微软365在每个标签页或者弹出的时候，如果你细心发现，其实它都是有动画的。那当然，如果你电脑配置太差，那可能对你是个灾难，因为动画嘛，就比较耗电脑的一些内存之类的，而 WPS 是没有的，这就导致用户使用上微软365会给人一种较顺滑的感觉。第二就是当分屏的时候，难免上面的工具栏需要缩小。微软365在缩小的时候是采取一定的顺序的，它是从你不太可能用到的功能开始缩，直到每一个类别的工具都变成图标让你选择。而 WPS 就比较简单粗暴，就直接给你一个箭头，告诉你你要的工具在另外一边，你可以自己去点那个箭头慢慢去找。在实用功能方面，微软365可以说是硬核功能比较多， WPS 是属于模板比较多，但是那些花里胡哨的功能也挺多。首先说说模板WPS 凭借着对国内的深度匹配，各种各样的模板都有，这个还是得给个赞的，因为有时候套模板真的会方便很多，但是遗憾的是大多人都得开会员才能使用。微软365其实模板也很多，一些简历、报告之类的基本模板都有，只能说基本够用。不过话说回来，如果 WPS 你不开会员，那绝大多数模板你都是无法使用的。在基本功能方面，其实两者都足够用，不过非要说哪个强，那肯定还是微软365比较强。在 PPT 中，设计灵感功能很实用，转场动画也挺多，演讲者模式也降低了演讲的成本。在 Excel 中，函数更是碾压式的存在。这里提一下 WPS 那一排特色功能其实一点都不特色，例如 PDF 转 Word， 其实在微软365中 PDF 是可以直接被 Word 打开的，反正 WPS 里有很多这种看起来很实用，其实没啥用的功能。另外，微软马上把 Office 365改成了 Microsoft 365，并加了一些很实用的功能，例如类似 Grammarly 的拼写检查、演讲助手等等，都是一些秒杀 WPS 的功能。云端方面我这里不想多说，如果各位想细看的话扣个1，我可以单独再列一期。总结一下就是在国内 WPS 更好， OneDrive 基本属于半残废的情况。不可否认的是 OneDrive 的确很强，例如可以自动保存文档、协同办公等等，但是在国内你又用不了，或者说你就算能用，你想给你亲朋好友分享一个文件也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，所以我这里还是更推荐 WPS 协同办公一些。用户体验方面，众所周知，微软在国内就很不好，经常宣传跟实际使用的跨度有点大。WPS 反而会好一些，我这里个人推荐，如果你不是商务人士，不需要专业用途，或者说你们公司都用 WPS， 那推荐使用 WPS， 但这不等于你就不用购买会员了，会员还是要购买的，不然广告满天飞，还有就是一些模板无法使用。如果你是专业用户或者长期在海外，那 Microsoft 365肯定是个不错的选择。好了，这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了，希望你们关注、点赞、投币、收藏，如果可以的话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